娘娘，你怀孕多久了？怎么在大街上羊水就破了8个月。哎呀，原来是早产啊！救护车，救护车，救护车怎么还没来？喂，救护车吗？青海的年纪。 放开我！你到底是谁？我根本不认识你！别乱动，我怕伤到你。青海的年轻新贵，素来不近女色的商界暴君，因为酒后乱性欺负了女生，还让人家怀了孕当街产子，说出去谁敢信啊？林特主，立刻把孩子接回老宅。至于孩子的抚养权，就不必我多说了。商总，那宁小姐呢？小少爷是早产儿，身体虚弱，已经在医院保温箱睡了1天了。在营养方面，喝母乳才是最好的选择。太太，鱼汤已经好了。算了吧，我不饿。就是他，那天晚上母亲病重，我去酒店找妹妹，却遇上了这个男人。可孩子是我8月怀胎生下来的，他凭什么抢走孩子的抚养权？人怎么在沙发上？刚刚生产不久，应该好好休息。先生，我劝了太太几次，可太太就是不去卧室。太太，为了小少爷，鱼汤就喝一些吧。先生，太太生产时下面有伤口，不宜多走动，您体贴点，抱太太过来餐桌这边吧。不用。你放我下来。这样就对了，先生要多疼太太，下面的伤口本来应该我这个做月嫂的给上药，现在我把这个任务交给先生您了，到了晚上您亲自给太太上药。我自己可以上。自己怎么上啊？太太你低头，自己也看不到啊。撕裂的伤口可要小心护理，不然以后会疤痕增生不说，每逢雨天伤口还要养呢。那也不用别人给我上药。怎么只喝了这么一点？确定这个吃法能按时产奶？混蛋，这是在把我当奶牛吗？真想抽这个家伙一巴掌。可这样的话，从我怕再也见不到孩子了吧？张总，孩子醒了，您现在可以上楼看看。宁小姐，原谅我们暂时不能让您近距离接触孩子，您暂时只能通过监控视频的方式看孩子。为什么？可我是孩子的妈妈。宁小姐，一个失去孩子抚养权的妈妈，什么疯狂的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佑佑，妈妈也想你。你出去，我自己来就行。你自己脱，还是我帮你？我说了不用别人帮忙。不是外人，是让你受伤撕裂的那个孩子的爸爸。哎，你有病吗？我为怀上孩子那晚给你道歉。这是道歉还是在炫耀？没有耕坏的地，只有累死的牛，这句话没听过？你没你想象的那么厉害。是吗？要我叫人去医院调出你当时的病历，证明地确实被耕坏了。禽兽！风律师，像这种情况，我能抢到孩子的抚养权吗？是这样的，宁小姐，按照情况来看，您的孩子还不到2岁，虽然是非婚生子女，但只要打官司，基本上法官是会将孩子判给女方的。不过宁小姐，如果要打官司的话，您还是要给我们提供一下男方的身份信息。太好
好了，孩子的父亲叫做商北琛。这显然很不现实。为什么？不是刚刚还说法律会站在我这边的吗？宁小姐，真的很抱歉，我们这家律师事务所早在半年前就被 TF 集团以13亿美元收购了。我帮你告谁？告我的大老板商北琛。嫂子慢走。林川，嫂子刚刚来了律所一趟，是为了孩子的事情。宁纯，你来干什么？你知不知道妈当时还有的救？为什么要擅自签字放弃治疗？你这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冷血畜生！妈那样活着还不如去死。我帮你处理了累赘，你还骂我？滚出去！我家不欢迎你，臭婊子！就你这个跟狗窝一样的家，鬼才愿意来。我这次找你不是为了吵架，给你3天时间，赶紧卷铺盖滚回你的农村。宁纯，你为了嫁入豪门的春秋大梦，想把自己打扮成名媛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即便妈死了，甚至是我死了，你也只是一个跟我一样乡下出生的穷孩子。你可以造假身份，但你能把那段过往消除吗？怎么不能？现在妈死了，只要你也一走，我以后就是有着富商父亲、艺术家妈妈的名媛，知道吗？我未婚夫有钱又有颜，还年轻，是众所周知的才子。我能明白你的厉害之处，就像有些男人喜欢找鸡一样，长得美丑无所谓，只要跟你一样骚就行。你骂我是鸡？不光骂，我还敢打你！你敢打我？滚！再不滚，我就替妈杀了你！宁暖，3天时间，你记住了，不走别怪我心狠手辣。你去死吧！他竟然这么刚烈。怎么，就这么想杀了你孩子的爸爸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来给孩子拿冷冻奶。不是说等晚上我给孩子送过去吗？我以为你会想等抚养权官司打赢了再见到孩子。难不成一位母亲想要和自己的亲生孩子在一起也有错？介不介意我在你屋里抽根烟？不介意，您多抽点儿，不要抽坏身体。如果有一天电视上播放青年企业家商北琛英年早逝的新闻，我看到会很开心。那这可能无法让你如愿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身体好坏，你心里应该最有数。操劳一夜，被送进医院的是你。流氓！如果你想再进医院的话，可以试试。商先生，估计我手里拿着剪刀，对你也起不到一点作用。但还请您记得，人都有睡着的时候，兔子急了也会咬人。我记得那一夜您睡得很沉吧？你在威胁我？我有吗？况且像商先生这样的人，难道还会害怕一个弱女子的威胁？我要走了，把孩子的奶给我。对了，以后不用你去商家，孩子的奶我亲自过来拿。为什么不让我去见孩子？是因为刚刚，还是因为我去了律师所？放心，你毕竟是孩子的生母，只要别再耍小聪明，过段时间会让你看到孩子。
滚蛋！已经3天了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去看看孩子？你是什么人？宁小姐，赶紧收拾你的东西，滚回老家，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是宁纯找来的，赶紧离开，不然我就要报警了。小婊子还挺硬气，那就别怪我动手了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你是什么人？我劝你少管闲事，小心溅一身血。这是他们宁家的内部矛盾。赶快报警！老子玩刀的时候，你们还在玩泥巴。他怎么那么厉害，而且看起来很凶狠，不会闹出人命吧？你干什么？我被人欺负，你犯不着这样。回去，或者去公司开会，这里我来处理。从小到大打过的架、揍伤的人不计其数，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要给我善后。如果下次遇到这种情况，可以联系林特权，他帮你解决。不要多想，你毕竟是悠悠的妈妈。拿了奶就走吧，再晚点孩子该饿了。哭得停不下来是什么意思？医生呢？我现在就回去。孩子怎么了？我也要一起去。如果再有问题的话，就叫霞姐，她已经在我们家20年了，很会照顾孩子。我先去公司开会。宁小姐，孩子饿了，要不要亲自喂一下？可以吗？怎么不可以？当然可以，自己生的宝贝，喂个奶有什么的？我也做过妈妈，能理解你的心情。今晚先生加班，应该不会回来了，没人会知道。太太，您先去洗个澡，我再去给您找一套睡衣。洗完澡就不用穿内衣了，到时候舒舒服服的喂孩子。他怎么回来了？北辰少爷，帮我把孩子按摩用的推拿油拿出来一下，放在镜子旁的架子上。你在干什么？我想看。悠悠是我8月怀胎生下的，我会想他，会想看他，因为我是他的妈妈，不是你对我为所欲为的借口。商先生如果想他像什么样的女人，何必对我这样下手？这也间接拉低了您的身份，不是？生气了吗？可是他知不知道，他生起气来根本没有一点压迫。今天让你没认识，我很抱歉，下次不会了。我倒要看看，你是不是真的不行。小姐，推拿油没有了吗？我记得就放架子上了。原来掉到地上了啊！求你不要这样！我手机是不是忘在里面了？
这部手机是你的，手机壳有只粉珠，嘴丑的跟吹风机似的。能不能帮我拿一下？我要回家了。这就要走了？既然商先生回来，我就不能多待了。混蛋！你竟然在无耻！宁小姐想走我护你，不过走了以后，再想起来。林特主，我已经半个月没见到孩子了，能不能让我看一眼孩子？我非常想念他。抱歉，宁小姐，您现在还不能来商家。为什么？我只是想见自己的孩子。对不起，宁小姐，我能理解您的心情，但这件事情我也无能为力。我现在还是有点不敢接受，你孩子的爸爸竟然是京海商界的暴君商北真，他们还是不让你见孩子。我现在就去找商北琛，如果他不让我见孩子，我就死在他的面前。暖暖，这是干什么？如果死了，你就真的再也见不到孩子了。暖暖，我能理解你作为母亲的感受，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。乐乐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进。你来干什么？来做那天玉石未做完的事。这身衣服不像是宁小姐平日的穿衣风格，难不成是专门为我准备的？不过你的穿衣品味还真是让人不敢奉。你是女人，自然有女人的办法。反正商北真都是孩子爹了，跟他也没必要再顾忌什么。快点试试，我们暖暖的身材，什么男人拿不下？不行，这件太暴露了，我怎么好意思穿到街上？如果非要换衣服的话，就这件了。这件也不错，好脱。我等下还有事情要做，而且现在我也不是很想。我记得宁小姐亲口说过，我这样的男人如果想发泄，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对你下手，岂不是也间接拉低了我的身份？那天晚上我说的话，他竟然一字不差的都还记得，并且如数奉还给了我。我回去后想了想，做那种事情，又何必在乎对方是谁？关了灯，反正都一样。关了灯都一样吗？宁小姐似乎忘了，我喜欢开着灯做。随商先生喜欢。为了孩子，宁小姐不惜独自找到这里。但如果我今晚真如了宁小姐的意，岂不是成了以孩子为由对你为所欲为？不是商先生以孩子为由对我为所欲为，是我主动求你。你可千万记住，绝对不能让商北琛不碰你就离开，不然你以后就再也见不到孩子了。别走！You know you've got that thing that makes the girls all swing. You know exactly what. 你发烧了，这件事我看今天就算了，我让人给你拿药。商总，车已经备好了，您接下来还有一场会要开。通知他们，今天的会议暂停。
洗澡。别动，你发烧了，可能是外面风大，或者空调温度太低，我让人关掉。如果你想试试的话，看你不是发烧，是发骚。不喝药，那就等着病死吧。宁小姐，您醒了。商总去开会了。昨天夜里您高烧40度，商总陪了一夜，给您喂了药，害怕您高烧不退，就让我守在这里。不过现在看来，您的病已经好多了。我的衣服呢？宁小姐，我来的时候衣服放在沙发上，估计是商总帮您脱了，这样睡得更舒服一些。我让人去把衣服洗了，想着洗好熨好再拿给您，哪里知道清洗的人一不小心就洗坏了，还请宁小姐不要生气。我没生气，可是衣服……宁小姐放心吧，衣服商总已经让我准备好了。这些衣服实在是太夸张了，而且一定都很贵吧？就这件吧。那好，我们就不打扰宁小姐换衣服了。商总吩咐，等宁小姐换好衣服，让我带宁小姐去早茶店吃早餐，然后再送您回家。孙经理，真的不用吃了，我还有事就先走了。这都是商先生的意思，您生病需要补补，别为难我们了。那好吧，谢谢孙经理。不过等会儿就不用再送我了，我自己打车就行。好，只要宁小姐答应在这家店吃东西，我就算完成任务。一切我都安排好了，宁小姐慢用。婚礼日期还没公布，你可不要说出去。他们家豪门嘛，讲究挺多的。放心吧，陈姐，谁不知道我嘴最严实了？宁暖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来这里的人非富即贵，你一个穷鬼，他们也放你进来了？估计是勾搭上什么有钱男人被带来这里的吧？开什么玩笑！就这种清汤寡水的货色，哪里有男人会喜欢？看看，要是真勾到什么土豪大款，还能穿这种廉价的地摊货？宁纯，你够了！这位小姐，能不能请您小声些？这位女士身上所穿的衣服，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，是 N 品牌的全球限量款，极其奢侈，有钱都买不到。什么 N 品牌？她能穿得起这个牌子？见都没见过吧？正好我认识这个牌子的地区经理。宁暖，我现在怀疑你跟仿制奢侈品的假团伙有关，现在就给他打电话，让到警察把你抓起来。宁纯，你确定要这么闹下去吗？忘了告诉你，我未婚夫的二叔就是本市的局长。只要你进去了，我会请他好好照顾你。这位小姐，我奉劝你一句，能来这里吃饭都不是普通人，你还是收敛一些的好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好好吃你的饭，不然一会儿把你也抓起来。好，我就在这里等着，看看警察来了究竟抓谁。雅妍。你哑言了，就是这个女的穿你们公司的假货，一定要把她抓起来。宁纯，请你住嘴！给您带来这样不好意思，宁小姐，给您带来这样好的消费体验，作为市场部主管，我难辞其咎。张雅妍，
你疯了？为什么要跟一个穿假牌子的人道歉？宁纯，住嘴！这位小姐身上穿的是真品，你这次惹上大麻烦了。不可能，她就是把祖坟刨了，也不可能有那么多钱。怎么不可能？说句托大的话，这种衣服我们商总不高兴，随手就能扔掉。宁小姐，这家店的老板和商总是朋友，刚刚的事情他已经知道，您看着就好。接下来的事情由我接手。贱女人，你知道你惹伤了谁吗？赶紧给这位小姐道歉，不然我饶不了你。和尚，我可是你的未婚妻啊！你竟然要给她道歉，我就算是死也不会跟这个臭婊子低头！好，好，好，我刚刚还在纳闷，这位小姐究竟是哪家的千金？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她竟然是你何欢的未婚妻。何欢，你知不知道这个女的刚刚放言说要找你二叔把我抓起来？你娶个这样的女人，不怕我何家不出3代就家道中落？二叔，你怎么也在这里？宁纯，从此以后咱们一刀两断，再无联络。至于婚约的事情，你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吧。和尚，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！滚！这蠢女人，先是惹了商家，又惹了我二叔，娶你，老子不想活了。宁小姐，咱们也走。走。姐，帮帮我，求你帮帮我，我不能没有和尚啊！自作孽不可。宁小姐，商总其实也来了，只是不方便出面，他在车里等您呢。林特主，今天的事情谢谢你，不过我能不能先去趟商场，然后再给商先生道谢？有人欺负你，怎么不知道欺负回去？没必要浪费唇舌。澄清事实算不得浪费唇舌，有些话该说还是要说的。比如，床上卖力的难道不是我？今天的事，谢谢。明天晚上又有过100岁，如果你想见孩子的话，我会让林川接你，但不能透露你孩子母亲的身份，最好低调一些。有些事情我没办法解释，你要理解。不要耍聪明，不然一旦闹出什么事情，即便是我也没有办法让你以后再见到孩子了。真的，我终于可以见到悠悠了。到你家了，下车吧。谢谢你。这条裙子太贵重了，不太适合我这样的人穿。那就不要了。宁小姐，进门2楼就是宴会厅，届时老夫人会抱着小少爷出现。不过宁小姐，您穿的这身衣服……我今天加班，衣服来不及换，是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倒是没有，不过宁小姐，您的衣服跟今晚的服务人员撞衫了。我还以为穿这种衣服不让进呢，这样也好，商先生不让我暴露孩子母亲的身份，这一身正好。宁小姐说的也是，请进。我没走错吧？孩子什么时候带出来？漂亮，现在的服务生质量都这么高了吗？商总，看上那个女的了。商总，不然咱们照旧，我们哥俩想办法把这女的弄您房间去。不好吧？这可是商家小少爷的百天宴，要是弄出点乱子……商总多虑了，一个女服务员又不是什么金枝玉叶，玩完了给点钱也就打发了。那就劳烦你们兄弟2个了，事成之后忘不了你们的好处。小姐，麻烦拿几杯酒送到6623客房。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服务生。不是服务生？我是这家的远房亲戚，想要看看商家的小少爷。原来如此啊，小姐，你走错地方了，小少爷在隔壁，我带你过去。我说怎么这么长时间看不到孩子，那就麻烦先生了。
怎么还不回消息？宁小姐手机没电了吗？呸！他妈的，那小娘们力气不小，一巴掌差点把我牙给扇掉。一个女服务员还装什么商家的亲戚，2万都不愿意，金子做的。这小娘们也是贱，既然不要钱，咱们还省了，直接麻烦了，让她白赔商老板1万8。你们2个站住！好啊，真好，好久没有让我这么清纯的你。别白费力气，门被锁死，窗户也锁，这里隔音好得很。混蛋！你们是什么人？干这种事就不怕坐牢？坐牢？你喝了我国外搞来的特效药，化验都查不出来。这个房间有监控，会把你放荡的样子全记下来。你混蛋！不发光跪下求我，我就视频公之于众，让你身败名裂！怎么回事？尚总，嫂子她不见了。快点说！我们真不知道，那个女的跟尚总有关系。那女人长什么样子？挺清纯的，很白，性感。她在哪儿？忘了告诉你，越是剧烈运动，药效发挥的越快。很好，替我先把裤子脱了。他妈的，敢打我！去你！药效怎么还没发作？去他妈的，老子等不及了！这样有什么用？等药效发作了，还不是乖乖给我玩？我就死在你面前！你想干什么？尚总，您怎么来了？四哥，打死他！要不要我大把手？别动，这家伙还是嫂子，4个字。陈川，带人把他弄死，别惊动宴会上的客人。你没事吧？It's been a long time, but we don't have all time. 尚北辰，要了我！快一点！我靠，四嫂你什么情况？就算4哥英雄救美，你也没必要这么快就以身相许吧？我们兄弟俩还在这儿呢。陆森，你他妈傻逼吧？没看出来嫂子这是被下药了？我靠，那咱们赶紧撤吧！现在能救嫂子的只有4哥。你们2个去把车开过来。开车？4哥你玩的够花呀！直接在这儿办吧。你要是不想跟商中德一样的，最好赶紧跟我出去。尚北辰，你不是想要我吗？快一点！怎么，现在知道害怕了？你刚刚可是弄了我一身口水。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我没干什么丢人的事吧？宁小姐不用担心，没有人对你做什么。那就好。把衣服脱光。尚北辰，你这个混蛋！这个时候难道还想……你身上有不少处刮伤，穿着衣服怎么上药？对不起，上药也不用脱光吧？
疼吗？忍一忍，上了药才能好。脚底有伤口，玻璃渣踩进肉里了。那怎么办？用镊子挑出异物，你忍一忍。不要，会很疼吧？怎么那么娇气？来吧。伤口已经包扎上药，你休息一下，估计明天就能下地。没事儿，就是想问问你去干什么？悠悠的百日宴来了几位长辈，需要我去，还有别的一些事情。另外那个畜生的事情我还没处理，估计明晚就会来。四哥，你喝了不少酒，赶紧回家休息吧。对了，那个女明星太阴了，竟然装醉蹭进了你怀里，让人拍了你们的亲密照，其实就是想蹭你名声，好去外面捞好处呢。四哥，我回头就让人拦截那些照片，保证没人敢刊登，不然小四嫂看到了，吃醋跟你闹脾气怎么办？不用。也是，偶尔有点绯闻，就算您和小嫂子之间的调剂了。对了，你去便利店了吗？对付小嫂子这种女人，不能送什么名牌，人家不见得稀罕。随便去便利店买点甜食带回去，小四嫂肯定喜欢。先生，请问需要点什么？甜的东西都来一些。先生，咱们店里吃的喝的都有甜的，白糖也是甜的，您也要？我还要吃奶油甜筒，那个超好吃。正在给你找。真矫情！我说潇潇，寝室里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嗲女？还有陈宇，你最好以后少给他买这些，甜筒有毒，把他吃的越来越嗲，还总黏着你。宇哥才不听你的呢，他最疼我了，是吧，宇哥？那个甜筒，剩下的我都要了。你回来啦！天哪，怎么买这么多甜筒？你喝酒啦？好大的酒味！我先去放冰箱，不然要化掉了。你吃不吃？买给你的。我工作上要写个报告，你如果还不醒酒的话，就跟我说，我去给你做醒酒汤。你是不是难受？我去给你做醒酒汤。啊！你快放开我！你喝醉了，我去给你做醒酒汤。这样以后，我明天可以见悠悠了。让你见悠悠，然后一起睡觉，这算什么关系？情人，你就这么坏？随商先生怎么定义，反正我是卑微的一方，且无权无势，普通市民，在您面前没有说话的权利。为了孩子才能在我身下忍受，委屈你了。我不仅不会同意你看悠悠，还要你离亲。尚北辰，你混蛋！你凭什么不让我见悠悠？你放开我！你这是强！放开！啊！你弄疼我了！别乱动，不然伤到你。尚北辰，禽兽不如！你这个人渣！行不行？
不麻烦商先生，我现在就走。穿这身衣服上街，我让朋友带衣服来接我。宁暖，刚刚见到你的时候真是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被商北厅打了呢。我只是想见孩子一面，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佑佑了吧？暖暖，我怎么觉得商北琛发怒是因为爱上你了？用孩子来要挟爱人做肉体上的交易，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。刚刚我还不敢肯定，现在看来，他对你肯定不是交易那么简单。不会是商北燕来了吧？宁暖，你怎么现在才回家？害我来回敲了3次门，你知不知道？你把你妹妹的终身大事都给毁了。你是谁？我是他爸，这是我们的家事，没干系的人赶紧离开。是宁纯找上的我，他自己把婚约做没了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还敢狡辩！我不知道你攀上了哪门子的高枝，赶紧给我联系他们，让何家继续履行和你妹妹的婚约，不然饶不了你。人家瞧不上他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住手！原来你就是那个找了小三丢掉原配，还把自己女儿一起丢了的负心汉啊！你有什么资格教训宁暖？你是干什么的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赶紧滚，不然连你一起打！好好，几年没见，宁暖，你真是长本事了，看我怎么好好教训你！打？你怎么不打？宁国富，你跟我妈离婚10多年，她死了你都没来看一眼，你知道她一个人把我带大多不容易？这些年你可帮过一分。宁暖，你是要欺师灭祖吗？欺师灭祖？宁国富，你可以动手打我，但是你记着，这里是我家，你半夜闯了进来还要打人，我告你个入室抢劫都不为过。对对对，我现在就打电话报警。你，好，宁暖，你给我等着，这件事咱们完不了。宁暖，今天晚上我陪你睡吧。没有报警，难道还真要报警把你爸抓起来啊？如果他还敢来的话，霞姐，悠悠怎么样了？她还好吗？宁小姐，孩子最近挺不错的，你不用担心。少爷真是的，说不让你见，就真的不让你见孩子了。谢谢你了，霞姐，你这段时间给我发了不少悠悠的照片，看到孩子好我就知足了。宁小姐，今天老夫人要带着佑佑去一家会所找老朋友叙旧，他们一聊就是几个小时，会让你抱孩子出包厢里。我给你发个位置，不然就趁这个机会来看看小少爷吧。真的吗？太谢谢你了，霞姐。站住！这里是私人会馆，外人禁止入内。我是来给陆明华老夫人送东西的。进去吧。霞姐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宁小姐，那边有个空包厢，咱们带小叔叔进去，趁着这段时间，我给你跟孩子拍几张照片。好，咱们快点，被人发现就不好了。妈，两位阿姨好。北琛，快让你两个阿姨看看，这都多少年没见了。看看咱们北琛多帅，年轻有为。说到这儿，我可是听说白家的冉梅已经从国外回来了。老陆，我们也该喝上北琛的喜酒了吧？妈，冉薇回来了。臭小子，我看你是搞事业搞疯了。冉薇前天下的飞机已经回国了。妈，佑佑呢？怎么没见到他？让霞姐抱着出去了。
你进来的时候没看见吗？妈，张阿姨、贺阿姨，你们慢慢聊，我去看下悠悠。臭小子，刚进来就走。不管他，咱们接着聊。他和冉莹的婚事啊，也快了。人不在这儿。少爷，前门后门都有咱们的人，如果霞姐抱着孩子出去了，咱们不可能不知道。那怎么找遍了整栋楼都不见人影？有没有外人进来？对了，少爷，刚刚是有个女孩进来了，她说帮老夫人拿东西。3分钟之内，我要知道人去了哪里。宁小姐，把小少爷再抱高点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悠悠乖。霞姐，先出去。把悠悠放下。忘记我说过的话了吗？想不到事情竟然变成这个样子。暖暖，不然我帮你介绍个合适的。至于孩子，你毕竟是生母，未来打官司，就算得不到抚养权，但也总归会有正常探视的权利。怎么，你不能是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吧？记得那年父母刚离婚，我和母亲搬到京海。你们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小妹妹，别害怕呀。谢谢。暖暖，你怎么了？不会真有喜欢的人吧？乐乐，我现在还没心情想这些。算了算了，那这件事情就先作罢，我送你回家。商总，老夫人上飞机前让我给您带话，说您不用故意躲着她，无论如何都要去见白冉薇小姐。商总，没什么事情，我就先出去了。少爷，不好了，小少爷好像又生病了，哭个不停，怎么哄都哄不好。怎么回事？悠悠怎么总是出问题？商总，小少爷毕竟是早产，身子比其他孩子虚弱一些。少爷，还是让太太过来吧，她是孩子的妈妈，有她在的话，小少爷肯定会好一些的。我先上去看孩子，等下让林川把他接来。宁小姐来了，小少爷现在好一些了，快要睡着了。悠悠乖，妈妈来了。少爷刚刚去给小少爷洗奶瓶去了，现在你们一家人团聚，我就先出去了，不打扰你们。孩子好一些了？你今天带着孩子做了什么？给孩子穿了多少衣服？只是抱悠悠在房间里转了转。房间的温度虽然质疑，但要抱着孩子转转的话，还是要多穿一些。商先生走路快。上次的事情是我。商先生不必多说，还要谢谢您让我来见悠悠一面。只希望以后悠悠不舒服，商先生能够想到我。你想干什么？今天晚上留下来吧，陪着孩子。如果明天想走的话，我派人送你。那你和孩子睡，我出去。悠悠不哭不哭。不是说好了出去睡？听见哭声，我进来看看。你看到了，孩子没事，快点出去吧，不要吵醒他。悠悠不仅需要妈妈，也需要爸爸。她哭了，我担心就守在这里。你睡你的，不用管我。随你便。
干什么？快出去！你不是不来床上睡吗？你混蛋！你赶紧出去，不要吵醒孩子。恶人先告状，是你自己翻过来。医生刚刚检查了一下，佑佑已经没事了。你在找什么东西？没什么。商总，老夫人放弃了行程，已经在回来的路上，她放心不下小少爷。没事，悠悠的身体好了，我就没必要再继续待下去了。让林川送你。不用，我自己打车就好。想不到商北辰还有点人性，佑佑生病了，还知道让你去看看他。可惜我这个当干妈的到现在还没有见一面，以后会有机会的。饿了，点外卖，你想吃什么？乐乐，我还不饿。暖暖，你看，这个商北辰背后到底有多少女人？你怎么了？没事，乐乐，你今晚要留下来吗？我不留了，今晚公司同事有聚会。刚刚标题上的日期正好是他醉醺醺回到公寓那天。啊！你快放开我！你喝醉了，我去给你做醒脚汤。商北辰还真是有精力。商先生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你的衣服霞姐找到了，我放沙发上了。谢谢。不请我进去坐坐。不好意思，商先生，今天太晚，我已经休息了。耍我很好玩吗？商先生觉得把我衣服拿走再送回来，我就要往你身上扑。你主动往我身上扑的次数还少了。商总，我往您身上扑的次数确实不少，我不怕明说，为了佑佑，我可以做任何事情，因为我很爱我的孩子，从他出生开始，他就是我的一切，胜过我自己的一切。我想陪伴我的孩子成长，陪伴他的点点滴滴，我已经不奢求那么多了，那样卑微实在太累。我只想商总大发慈悲，在佑佑生病需要我的时候，允许我出现在他身边。商总想干什么？从明天起，你可以随意去看孩子。谢谢商总，但愿我们都能做好爸爸妈妈的角色。老翟的通行卡在车上，跟我下楼去拿。拿到卡后，你事先问一下霞姐孩子的情况。孩子在老翟的话，就可以去看了。不好意思。你放开我！怎么心跳这么快？被醉狗吓的？快放开我！商北辰，放开我行吗？咱们现在可是在大街上。那现在回家？你再这样，我真生气了。真是。我现在回去。怎么了？走快些，去车上拿了卡，我就要回去。是不是佑佑身体不舒服？不是，别的一些事情。林川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商总，老夫人已经到家了，而且白小姐刚刚也过来了。
冉薇啊，北琛这孩子最近工作太忙，所以才没空去看你。不过也怪这个臭小子不懂事，你回国后都已经入职了他的公司，他却什么表示都没有。等会儿他回来，我帮你好好教训他。阿姨，北琛哥忙事业是好事，这才是我心中男人该有的样子，您可千万不要怪他。好，好，好，冉薇啊，你可真是个好姑娘。哎，不仅长得漂亮，还有大学问，又那么通情达理。北琛要是能娶到你，那才是真的好福气呢。北琛哥，臭小子，公司的事情有那么忙，家都不知道回了，竟然让人家冉薇亲自过来看你。你一个大男人，怎么好意思的？快点过来和冉薇说说话。妈，话就不说了，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。臭小子，你给我站住！公司的事情再忙，能有冉薇重要？北琛哥，工作一定很累吧？我请了老师，正在学一些按摩手法，等以后可以帮你按一按，舒缓一下压力。不用了，妈，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，不能耽搁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近人情？看看人家冉薇为了见你，特意换了一身衣服，不太好看。啊，这身衣服平淡了一些，确实配不上我们明艳大方的冉薇。不是衣服的问题。阿姨，我先走了。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？生了你这么个混蛋！都到了适婚年龄还打光棍，你知道外面是怎么说你的吗？行了，别气坏身子。这就是你的好儿子，光有智商没有情商，说人家冉薇不好看，他就好看。老天爷白给了你这么一副好皮娘，中看不中用，还不如人家做鸭子的强，好歹物尽其用。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混蛋？哎呀，你还不快走！我生你还不如生条公狗。你二舅家的公狗牵出去，看见漂亮的小母狗还知道亲近两下，你看看你，商北琛，我告诉你，无论如何，冉薇你是一定要娶进家门的。你最好有时间给我去把人家哄好，不然非打死你。二姨，怎么样，冉薇，方不方便说话？见到商北琛了吗？他对你什么态度？二姨，商北琛他不要我了。哼，我就知道商北琛已经被那个小狐狸精勾去了三魂七魄。冉薇，你放心，你爸妈不在，二姨肯定会帮你做主。我要那个小狐狸精不得好死。我和北琛哥青梅竹马，可他偏偏对我很淡漠。难道他真的不懂我对他的爱？那个女人宁暖，她凭什么？宁小姐，等下老夫人要来看小少爷了，视频就先断了吧。不过少爷交代，他今晚带小少爷外出吃饭，希望你也来，地址我发你。你们来干什么？我说过，我不会离开金海的。暖暖，爸爸知道这些年没照顾好你，我错了，求你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暖暖，你就原谅我们吧。宁纯，之前是怎么得罪你姐姐的？还不赶紧给她道歉！爸，你让我给她道歉，还不如让我去死！不就是公司欠点钱，找这个贱女人做什么？她能傍上什么大款？你竟然指望她帮忙！住嘴！你吃我穿我这么多年，想反了天？赶紧给你姐姐道歉，不然断你银行卡，让你睡大街！宁纯，你给我滚回来！宁先生，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，但我只是普通人，帮不了你，另请高明吧。暖暖，你别听宁纯的话。你这种货色有什么好？你曾贱女人，商家公司怎么看上她的？宁富国竟然让我给她道歉，瞎了！吕飞，是我宁纯，以前你做的不彻底，小混混只拍了照没毁掉他，这次我要把他彻底毁掉。
他傍上大款来硬的不行，先把他名声搞臭，让大款甩了他。小乖乖，看看谁来了，是不是你最爱的妈妈？为什么你每次见到孩子都是这个样子？跟一个5个月大的孩子撒娇，他听得懂？爸爸是坏蛋，咱们不理他。哼，让我来抱孩子吧，你抱了这么久，也该累了。胳膊是有些麻，不过不用折腾，你给我揉揉就行了。干什么？坐在我身边，好照顾孩子。商总，宁小姐，等下要吃饭，可以先把小少爷放在这里，暂时由我来照顾。想不到以前被我们欺负的宁暖，竟然找了个这么帅的男人，听说还是个豪门。这个男人是瞎了吗？怎么看上这一身地摊货的女人呢？宁暖，真的是你吗？我刚刚还以为自己眼花看错了。多年不见，你还是老样子，白白净净的惹人喜欢。吕飞，好久不见。女朋友？这位先生，我太多年没见过宁暖了，想跟他叙叙旧，能坐在这里吗？这男人看都不看我一眼，难不成他就喜欢宁暖这种清汤寡水的货色，或者觉得他很纯洁？宁暖，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你出去帮妈妈送东西，回来的时候有些晚，结果被2个小混混逼到小巷子里，把你按你在地上，对你做了那种事？哪种事？就是你还要我明说吗？那么晚了，又是僻静的地方，他们把你衣服都脱光了，还能对你做出什么事儿？难道他没听见我说的话？换了一般男人早就受不了了吧？事后那2个小混混还写了信威胁你，说什么那次他们玩你玩得很爽，你好紧啊什么的，好恶心的话，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。不过后来听说那2个混混犯事儿被抓进去了，还被查出了什么艾滋病，听说这种病潜伏期挺长的。宁暖，你这些年有没有去医院查过啊？我该早些出现在你的生命里，为你遮风挡雨。他在搞什么？平时那么高冷严峻，想不到酸了吧唧的情话张口就来。这男人是精神不正常吗？自己女人以前都快被玩烂了，还能满脸深情的关心？我去下卫生间。宁暖，你不要得意，有钱人都很极端的，宠你的时候像块宝，不宠你了，直接把你丢到路边随便践踏。吕飞，真羡慕你10几年如一日的不长脑子，仿佛智商还停留在几岁，平时一定像小朋友一样很快乐吧？你说什么？忘了我以前是怎么打你的了？不用我动手，你早晚会身败名裂。商先生，您都不介意吗？为了您的身体健康着想，真的要远离宁暖这样不洁身自爱、表面却装得出淤泥不染的女人远一些。这里有酱汁，多大了？怎么吃东西还像个孩子？嗯，你最爱的芒果口味，乖，吃一口。商先生，那好歹看我一眼。我刚刚跟你说话，您却一句也不理，是不是太不尊重人了？我宝贝对我家教很严格，我跟别的女人对视过，就不要我了。宁暖是有毒吧？给这位看上去精明稳重的商务光香洛人下了奖谱。雨飞，什么事情？你涉嫌跟10年前一场少女猥亵案有关。当年的2个案犯刚刚在狱中录完口供，
他们指出当年就是受了你的指使，对宁小姐施暴。什么？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什么也不知道，施暴的人不是我啊！宁娜，你快说句话啊！我们过去是有不对的地方，可也不至于闹得这么大吧？商先生，我们先把人带走调查，有了结果，第一时间通知您和宁小姐。对不起，这位小姐，您的银行卡已经全部被冻结，很抱歉，恐怕您今晚不能入住。宁国福那个王八蛋，不仅把我赶出家门，竟然还真的把我卡冻结了。还有宁暖那个贱人，要不是因为他，照什么看？真以为老娘没钱啊？什么破酒店，花以前求我都不住。请问是不是宁纯宁小姐？找我什么事？宁小姐，您涉嫌一起10年前的少女猥亵案，嫌疑人吕飞已经录完口供，招出当年就是受你指使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怎么回事？吕飞被你们抓了？警察叔叔，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啊！你们不要抓我。有没有关系？跟我们走一趟就知道了。你看起来也30多岁了，管谁叫叔叔？受害人叫宁暖，你叫宁纯，姐妹之间使用这种龌龊的手段，真是欠教育。放开我！我没犯法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又干什么？刚才那个女人的话我都听到，你就不好奇我是怎么想的？随商先生怎么想？也许我真的是一个坏女人呢。抱歉了，你的第一次不是给我，但是亲我一口就放你回去。 사실을 바래요 시간을 버텨你是不是走错了？没有，宁暖，我就是要找你，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真是搞不懂，商北琛为什么要跟你这种女人搞在一起？你到底是谁？白冉薇，商北琛的未婚妻。宁暖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勾引到的北琛哥，甚至给他生下了孩子，但我知道，你妈妈当年就是因为被小三排挤。 所以才离了婚。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我这次来没别的意思，只是想以一个女人的身份，诚心诚意的和你谈谈。你妈妈当年就是被小三夺了位置，你应该很恨这种角色吧？可现如今，你怎么自己也当起了小三？难道你真有这么不知廉耻？我不认识你，请你出去。宁暖，你最好收起你那伪善的样子，把北琛哥还给我，不然我就把你给人当小三的事情公之于众，让你妈妈也好好看看。 自己生了个什么女儿？商北琛有未婚妻，可既然有了未婚妻，他为什么还要来招惹我？霞姐来了，快请进。宁小姐，老夫人他们今天不在家，商总又有重要的酒局，觉得孩子不能没人管，你今天正好休息，就让我把孩子抱来了。 宁小姐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霞姐，我有件事情要问你。商北琛是不是早就有了未婚妻？宁小姐，你何必纠结这个？不是我纠结这些，是我要有道德底线。我妈被第三者骑在头上欺负过，我痛恨任何情况下冒出来的第三者。 霞姐，我只问你，在我和悠悠出现之前，商北琛对待白冉薇的态度是默认了这个未婚妻，还是明显拒绝过？白家和商家多少年来一向交好，再加上少爷和白冉薇年纪相符，早年大家不知不觉一边开玩笑，一边也就认可了这门婚事。不过我看北琛少爷应该是没那个意思，不然也不会迟迟不结婚，甚至有了悠悠。宁小姐。 你先不要多想，其实我对少爷和白冉瑜的事情也不算太清楚。你在家里安安稳稳的陪着小少爷，等我回去好好问问，有了消息再通知你。哎，霞姐，谢谢你了。从咱们见面开始，你对我的照顾我都记在心里。
宁国的孩子。四哥，你今天应酬到这么晚，又喝了不少的酒。你是想去小丝袜那里接孩子，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？哪儿那么多废话，看你们说。四哥，您老人家跟小四嫂是来真的，白冉薇你不喜欢，偏偏找上宁暖，难不成是她纯纯的样子，像极了你曾经放在心尖上的那个女孩？我心尖上有过人？得，我看还是别问了。这位爷尝过女人的滋味，怕直接走火入魔呢。我到小区楼下了，来接孩子，1分钟后给我开门。这么晚了还接孩子，你商北岑，你不要在我家乱来，你喝醉了会吵到孩子的。商城的女人那么多，你喝醉了能不能去找别的女人？比如性感的汤柔影后，别来我家。性感在可爱面前不值一提。你的意思是汤柔性感，我只是可爱？我没正眼看过她，不清楚她具体长什么模样。性感是你刚才对她的评价。你很在乎自己是不是很性感，不喜欢我说你可爱，是吗？没有，我随口一说。既然听到了，就不能当做没听到。我不知道你们女人心里对性感的定义是什么。我会想你，时不时会一整宿不停，不愿意停，这算不算？你不要闹，会吵醒孩子的。商北辰，你无耻！你想干什么？我要被你气哭了！宁暖，让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，我会对你好。这不是花言巧语，是我们真心。商北辰，我不行了，求你别这样，打住！我好像有低血糖，去医院。不要，孩子谁来照顾？你先把我放下。我这是老毛病，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就好。那我把医生叫到家里。商总，宁小姐没什么大问题，吃些东西就好。要是不放心的话，明天也可以买一些补血的补品来吃。谢谢你，张大夫。没什么事情，你可以先回去了。哎，好的，商总。吃一口，养好身体。我没那么娇气，还要商总亲自喂。你没那么娇气。商北辰，你要是再敢继续欺负我，我可就要喊了。我走了，粥放在桌上自己吃。明天霞姐来接佑佑。不过早晚有天把你身子养好。混蛋！我又不是你老婆，没义务履行那种职责。宁小姐，从明天开始，过几天老夫人不在，都可以来看看小少爷的。太好了，霞姐，正好我过几天也都没什么事情，可以好好陪陪佑佑。对了，宁小姐，你上次问的事情，我电话里再跟你说说。少爷和白冉薇没有过订婚仪式，婚约这种东西自古以来就不太靠谱，全看双方是否有意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觉得少爷确实对这门婚约没什么意思。霞姐，有些事情要有时间再说。应暖。对，刚才在跟宁小姐通话。霞姐，准备好尿不湿和奶瓶，我晚上带孩子去宁暖家。自己一堆烂好话跟在后面，还好意思去找人家本本分分的小姑娘。少爷，
还是趁着天没黑去一趟吧。不过天黑了就要早些回来了，否则对人家女孩子的名声还是有些影响。我呀，看宁暖这孩子挺好的，就想着给她介绍个对象。那小伙子是我老家一个亲戚的儿子，知根知底，名牌大学毕业，也吃苦耐劳，也看过暖暖照片了，对他这个类型的女孩子很中意呢。宁暖也看过对方照片。没错，宁暖也觉得对方不错，一看就是能好好过日的。人家平常也不加班，能好好陪着女朋友。虽然是普通家庭，但也算门当户对。最主要的，男生没前女友，也没未婚妻这些乱七八糟的。暖暖觉得这种男人让女人省心不少。张总，公司的人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等您过去讨论。开车。是的，尚总，您不开会了？联系通知一下，会议挪到明天。还有，今天所有事情全部推掉，都挪到明天。商总这是从此君王不早朝了吗？还不快点！好好好。宁小姐，中午好。你要相信你。林特助，我还要上班，让他有事明天再说。你干什么？这可是在街上，你放开我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霞姐说给你介绍了一个清北毕业的男朋友，门当户对，而且还没前女友和未婚妻，你很满意？哦，是这样。别动，如果你想让我更愤怒的对你的话，你别这样，快点让我下车。宁暖，如果现在不是在大街上，我不敢保证会不会对你做出更过分的事情。商北辰，你还要过分到哪里去？我不愿意的情况下，你还要用强吗？如果你不愿意，我会。商北辰，你敢！不许去相亲。商北辰，你混蛋！你禽兽！我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去不去调戏你都管不着！你凭什么这样对我？你放我下去！打我脸，我给你打，但前提是我对你做了更过分的事情。商北辰，你真可恶！宁暖，不管我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，可能都有洁癖。如果日后被我知道我儿子的妈妈被哪个男人碰了、亲了，我不介意让他家里喜事办不成，先办丧事。你放开我！你管我让谁碰？你又不是我什么人！不是你男人。商北辰，为什么是我？你那么多女人可以不要了，我嘴唇没知觉了。四哥，我是真没想到，小四嫂长得柔柔弱弱的，还能家暴你。你没少观察她，还知道她柔柔弱弱。看来城西那块优质用地拍卖当天，我得去给你抬抬价。17亿你能拿下的地，我给你抬到45亿，如何？四哥，我冤枉啊！我没特意观察过嫂子，但也难免多看一眼啊。四哥，你就放了我吧，我求菩萨保佑你跟四嫂情谊绵绵，天长地久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喂，通知全城的兄弟，看看小四脑是在家还是在外面，找到人了赶紧告诉我。四哥现在跟怨妇似的，急需小四脑的温柔抚慰。风律师，你们让人把我带到这里，是想要绑架吗？小四仔，您不要见怪，四哥都快成怨妇了，我们实在是没办法，这才把您请来的。求您进去看看四哥吧，再这样下去他都要疯了。也该做个了断。
对，也该了断。了断是什么意思啊？商北琛，为什么要一直纠缠我？你觉得我是你什么人？门外你的那些朋友兄弟，又觉得我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你有未婚妻。商北琛，你有了未婚妻还来招惹我干什么？把我推上小三的位置，你觉得好玩吗？白冉婷，他承认了。商先生，果然男人都是一个样子，你也不例外。可你这样做，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林暖，我不懂你这些话什么意思。商先生自然不会懂，不然又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？喜欢一个人就让他做你的未婚妻，等玩腻就随便丢掉，再去强迫别的女人，丝毫不顾任何人的感受。商先生可以不在乎别人，可你自己呢？你对待自己的感情也这么廉价？因为白冉薇，她不是我未婚妻。商先生，希望在孩子的事情上，您不要再为难我，也求您别再找我。我以后也只会在您不在的时候去看孩子一眼。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。商北琛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难道要我死在这儿才能了结这件事情？你放我离开！别闹了，放你这样回家，我还活不了。商北琛，你何必折磨我？白冉薇也好，汤柔也好，你放着他们不去找，为什么偏偏要折磨我？就我好欺负对吧？你就知道欺负我！我不要这样了！如果重来，我不生悠悠，更不要认识你。我就是嫌弃。我的感情并不廉价。你刚刚说话时，我在脑子里想了10000遍。说实话，我的心里确实有过一个女生，但那是在10年前，只是匆匆一面，连话都没说上一句，甚至她的身影在我脑海中都变得模糊起来。我甚至连她的名字都记不太清。直到遇见你，我那天没看清她的脸，但你跟她很像，娇小的一只，声音也都一样，软软腻腻的，听到了我就想在你身上。商北琛，我求求你，你别说实话了。你下流龌龊，想死就去死在你未婚妻身上。如果没有佑佑，你是我的谁？你谁都不是，我也从来都不是你的。宁暖，你误会了，白冉薇从来都不是我的未婚妻，你也绝不是什么小三。我提起未婚妻，你立刻就脱口而出白冉薇这个名字。况且这些事在外面有很多传言，就算是白家倒贴散散出的谣言，那肯定也传进了商总的耳朵。你没有制止，不就是默认？听别人说了白冉薇是我未婚妻，就打我脸，还要跟我到此为止，再也不见面了。宁暖，你吃醋？我没有吃醋。白冉薇找过你了。宁暖，我正式跟你重申一次，我没有未婚妻。从小到大，外面乱传我跟他有关系的女人不计其数，我很忙，身边不养说闲话的人，这些谣言也从没传进过我耳朵里。白家的事情，我不否认，只是为了给双方家里长辈留些面子，但绝对没有承认过。你今天哭成这样，让我认为这件事情严重影响到了我们，那我就不会置之不理。交给我处理，你只需要记住，你不是小三，我单身。看来是我疼爱你疼爱的还不够明显，否则你也不会对我产生质疑。是我的错。商北琛，我们说说话好不好？我们说说话，你不要再吻我了。宁暖，我没吻过你以外其他女人。你说男人应该忠诚，我对你忠诚，好吗？第一次看到你，我就喜欢你。商北琛，太晚了，我要回家了。今天的事情出在我身上，我会妥善处理。至于你，太晚了，就别回家了，会遇到危险。这就不用麻烦你了。白小姐，您这是？林川，我今早刚到公司，他们就告诉我被开了，文件是你下的，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？白小姐，这是商总亲自下的命令，我负责执行罢了。这里不是你能进的，还请出去。为什么？我可是白家的人，就这么开了我，我的面子往哪儿搁？你现在带我去见北琛哥，或者把他私人手机号给我，我要问问他究竟怎么回事。白小姐，我本来是打算晚上通知你，但您既然已经来了，我就传达一下商总的意思。今晚商家老宅，商总希望见到你。如果真有什么疑问，白小姐不如晚上和商总当面讲。我还有事，如果白小姐愿意继续留在这里的话，请随意。暖暖，
你到哪儿了？今晚老夫人他们不在家，我在楼上看小少爷。你来了直接上楼。商总没回来的话，你今晚就在这儿陪孩子住下。霞姐，我已经到了，马上上去。我被辞退了，你满意？宁暖，你真不简单，你们家要靠你鸡犬升天了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原来你就是宁暖啊，长得也不怎么样，瘦的一把柴火，男人睡都嫌硌得慌。你又是谁？我是2位二姨，他爸妈不在，我替他出气。你这个小变美，有奸人勾男人，生孩子想上位，你对我扒了你！住手！董总，您可别忘了，这是商家。宁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商总今天有重要会议，让我先回来。董总、白小姐多等一会儿，商总回来会给交代。大家都来看看，这就是有钱男人养的小三儿，想抢男人想上位，快转发让全国人看看！你干什么？你别！林川，你太狂妄了！我们是白家的人，你怎么敢？白小姐，事情在商家，商总让我来，我就有权利管。林川，你跟他有一腿吧？宁暖，商北琛伺候不好，你还找林川？你到底睡了多少男人？董女士，慎重说话。冉薇，打电话叫医生，趁商北琛没回来，验验楼上小兔崽子是不是他亲生的。放心，没事。地上的咖啡，谁泼？是我。跪到他面前，擦干净。商北琛，我好歹是你的长辈，让我给他下跪，别被他鬼迷心窍。既然知道我鬼迷心窍，就别考验我的耐心。长手作恶不收拾残局，手不想要了，我给你3分。商北琛，我不可能给他跪下。董女士，我见过不识好歹的，第一次见这么不识好歹的女人，我就肯往这里强取。邵总，我错了，我现在就擦干净。别动，他敢欺负你，就要用这种方式道歉。商总，可以了吧？问他。问他。可以。可以。再敢造谣诽谤他，后果没这么简单。滚吧。白冉薇，你得留下。北琛哥哥，白小姐，没必要这样，有话坐下来好好谈。没必要做过。北琛哥哥，我真的太爱你了，我为你放弃了很多。宁暖只是生了孩子，这些事谁都能做。谁爱不爱我不重要，他没想生孩子，那晚是我主动强迫的他。给他道歉，不然今晚就送你走。我和陆阿姨商家走得近，你为了宁暖侮辱我、威胁我。女人在我眼里分2种，我的、别人的。我不为宁暖，为谁？对不起，宁暖，我那晚不该找你，我错了，再也不会了。走吧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明天去逛商场。我明天还要上班。请假，或者干脆辞职。你还没带悠悠逛过商场，亲自给她东西。那好，我明天请假。悠悠，商北琛，你觉得这个娃娃好不好看？我想买一个给孩子当阿贝贝。都是人造塑胶材料，不健康，我让人从国外带。现在发现你还有个人设，就是网上说的爹味男，买奶粉说不健康，玩偶也不行，什么才入你法眼？
你啊，只有你才能做我的阿贝贝。放开我，这里是商场，别闹了，别人都在看。快走快走，宝宝乖，咱们不理臭爸爸。宝宝乖，早知道就该听爸爸的。小姐，要不要挑点东西？新品化妆品很适合您。你好，这支口红多少钱呀？小姐好眼光，新品爆款，折后仅需6500。不好意思，还是不要包了。买不起别逛奢侈品区，带孩子就该去菜市场。你们就是这样对待顾客的？这位先生，您是？看不出来吗？回答我的问题，你们就是这样对待顾客的？尚贝肯，你这么中二吗？快走，不要再闹下去了。把所有东西装好，一件一件装，1小时送到停车场。可是先生，2000多件货，时间能不能再宽严一些？那是你们的问题，那是你们的问题。为什么不让我教训他？不爽就买，没必要为小事刻意报复。你要去哪儿？左转菜市场，我去买点菜。你知不知道这2个袋子真的很沉？你力气那么大，正好消耗消耗。省得又耍流氓。怎么，外面的野女人也往家里带？妈，爸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怎么，我们家不能回？纳闷霞姐没报信儿？你叫宁暖吧，霞姐都成你的人了。她在我们商家待了将近20年。霞姐怎么了？她被我辞退了，刚收拾完东西走了。别管她了，聊聊我们的事儿。您没必要辞退霞姐，她没做错任何事。她私放你进家，还交孩子给你，出事怎么办？霞姐听我的，别为难她和宁暖。宁暖，开个价，多少钱离开他？500万，不够，1000万，够了吗？妈，你真以为钱能买走宁暖？不然他图什么？你出10倍价买回她。好啊你，翅膀硬了，敢忤逆我了。为了他，你连亲生父母都不要了？都别吵了，别跟孩子置气。怎么跟你妈说话？没大没小的。他为他赶走冉薇，得罪白家，毁了好姻缘。不要吵，让我见佑佑，我立刻走，永不踏足商家。这是你自己选的，我本不让你见。不准走！邵北琛，停下，不准走！我生了什么？为女人不要妈，我不如吊死！老夫人，少爷和倪小姐很配，人品都好，拆散他们，少爷以后更难成家了。霞姐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霞姐说的对，那姑娘很好，出身不算什么。装什么坏？辞退霞姐，你舍得吗？我只是试探他，想到一气的嘛。现在该怎么办？凉拌。儿子光棍，孙子没妈，你就满意了？宁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也不想，是商总非要……闭嘴！尚北琛，为什么要走？到现在，我在你心里还是一文不值。
商北辰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开始确实很恨你，我甚至在想你为什么不被车撞死，这样孩子的抚养权就是我的了。我这段时间过得就像做梦一样，但我发现你确实有了很大改变，甚至我也不得不承认，我会变得因为你哭，因为你笑，因为你而郁闷。但我能怎么样？让你们家因我而妻离子散吗？我只能讲，希望你母亲真的能信守承诺，让我以后可以见到月月。孩子，在一起永远不分开。宁总，快闪开！林暖，醒醒，你醒醒！醒醒，你醒醒！少总，人还有救，快上车，咱们去最近的医院。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刚刚人还好好的。姑娘，你可一定要好好的啊！大夫，宁暖她怎么样了？有没有生命危险？你是病人父亲吗？大夫，宁暖她已经没有父母了，里面到底怎么样了？那就不好办了。病人之前动过手术，身体虚弱，血液出问题，加上车祸伤口不小，我们暂时没办法为病人止血。医生，她前几个月才刚刚生完孩子，就是这个医院生的，怎么办？难道她不会真的有事吧？原来是这样，那就怪不得了。血库匹配血型已全部用完，已外调血源，路程中需匹配血型不间断输血续命。他什么血型 ？AB 型，还好不是稀有血型。现场有这个血型的人吗？我是。AB 型，还好不是稀有血型。现场有这个血型的人吗？我是。好，你跟我来测验，可以的话立刻安排输血。快，好。霞姐，联系周家私人医院紧急血库，调最好医生带血赶来，一定要尽快。怎么会这样？我要知道这样，不可能为难宁暖啊！别哭了，这个时候哭也没用。宁暖是个好丫头啊，要不是她的话，是她救了北辰啊。张先生，仪器已经准备好了，万幸您的血型刚好和宁小姐匹配，我们现在进行输血。不过宁小姐的失血速度实在太快，尚先生，我担心如果输血量过大，您的身体……别管我，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救活她。这是医院吗？我还没死。暖暖，你终于醒了，怎么样？你还好吧？你都已经昏迷3天了。医生说你虽然抢救过来，但因为失血过多陷入了休克，我还以为你再也醒不过了呢。四嫂真的醒了，我去叫医生。我没事了。悠悠呢？小四嫂，孩子这2天被陆阿姨带着，没事的。我们刚刚已经通知了大家，她马上就过来了。你当时车祸失血过多，是四哥和林川把你送到的医院。你当时失血过多，
医院的血都被用完了，也无济于事。四哥的血型正好跟你匹配，他为了给你输血。商北辰，他怎么了？商北辰，他怎么了？四哥他。陆森，你神经病啊！说的商北辰好像死掉一样。放心吧，暖暖，商北辰没事，他刚刚才带着林川离开，现在你醒了，估计马上又要回来了。不过那天为了救你，商北辰确实因为输血过多而造成了昏迷。你都不知道，他那么大的个子，脸色苍白的不行，被人从急救室里推出来。一开始我们都被吓坏了。病人已经没什么问题了，再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就可以下地了。暖暖，你醒了，快看看孩子吧。悠悠这几天没见到妈妈，就连奶都不愿意好好吃了。霞姐，你不是……暖暖，其实老夫人那天并没有辞退我，她那样做是为……你快上去跟人家姑娘好好解释解释，不然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？宁暖，那天是我不对，把你害成这样。不过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不然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那么做的。不过我现在也知道了，你是个好姑娘，以后佑佑你可以随便看望，有空的时候让她陪你住几天也行，我都没意见的。陆夫人，谢谢你。没想到出了这样的事儿，她竟然也不会记恨我，确实是个好姑娘啊！我当时真是瞎了眼。宁小姐，看看谁来了。商北辰，有些凉，等回家后我好好给你暖一暖。商北辰，谢谢你。是我应该谢谢你，那天是你救了我。暖暖，还记得这家医院吗？当初你在这里生下了悠悠，成了一位单亲妈妈。这些事情都是我的不对，现在在这家医院里，我要弥补当时的过失。暖暖，嫁给我。可是暖暖，我曾经说过，我是你的男人，你救过我的命，现在你的身体里又流着我的血液，你是我的女人。我们如果分开了，我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。我不懂什么是爱情，可从我第一眼看到你开始，遇上你的感觉大概是走了很久的路，终于遇到了家。暖暖，嫁给我，一起走完余生的路。暖暖，听说你住院了，爸爸来看看你。哎呀，想不到商总和老夫人你们也都来了，真是招待不周，招待不周啊！暖暖，暖暖，爸爸来看你了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不认识爸爸了？宁国富，你来干什么？10多年的时间你都没来看过宁暖，怎么今天这么积极？这位小姐，我这个当父亲的看一眼孩子有什么错？陆夫人，恭喜恭喜啊！想不到有一天我们宁家还能有幸跟商家结为亲家，真是三生有幸啊！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是来看我女儿的。知道知道，我这不带你出去好好谈谈咱们接下来婚礼的流程吗？别这么紧张，深呼吸，头晕是正常。宁暖，这只镯子是当年北辰奶奶在结婚时交给我的，现在把它交到你手里，我心也算是彻底踏实了。暖暖，妈给你的就安心拿着，等过一阵身体养好了，我带着你和孩子去拍婚纱照。新娘再往新郎身上靠一靠，对，靠近一点。你笑一下，别这么严肃。对对对，新郎要笑一笑的。很好，保持这个姿势。谢谢。到现在我也不能确定
当年那个女孩是不是宁乱，但已经没有必要了，不是？只要我爱她，她就是。